末世来临，风暴席卷全球，人人都往安全地区疯狂奔跑，而这个女人却偏偏往风暴中心狂奔而去。肉肉、饭饭、水水，我来了！宿主加油，冲呀！你是最棒的！原来女人刚刚激活了进货系统，只要在系统发出的任务地点进行签到，就能获得进入超市进货的时间和相应的奖励。而本次的签到地点正是龙卷风暴的中心。江河，你跑错方向了！江河，快回来！龙卷风马上过来了，你会死的！这一声拼尽全力的大吼，落入了小队的每一个人耳中。江书月边跑边回头瞥了一眼，那个自动送死的蠢货，不是乡巴老村姑，还能是谁？此人江书月，从小就顶替江河，生活在江家，深受江家父母的喜爱。原主就没那么好的待遇了，他自小生活在农村，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回到江家后，明里暗里被江书月使绊子，成功让周围所有人都讨厌他。看着江河与巨大的龙卷风越来越近，他不自觉上扬嘴角，喜悦的情绪在眼底翻涌。早就该死的人了，交代在这儿，省得我以后亲自动手。要怪就怪你自己脑子不好，最后连句全尸都留不下。夏怀峰眉头紧拧，虽然他对江河没什么好印象，但身为队伍的领导者，他有责任关注每位队员的人身安全。江河，别再跑了，那边危险。怀峰哥哥，都这个时候了，还理他干嘛？说不定他就是不想活了呢。咱不能因为他搭上自己的命吧？也对，末世初期，有无数人类受不了残酷的环境，默默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大有人在。一旦有了借口，夏怀峰就心安理得起来，没再理睬越跑越远的江河，拉着江书月迅速往安全的地方跑。江河跑了一段路后，就彻底没了力气，只能慢悠悠地和龙卷风双向奔赴。粗壮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就像轻飘飘的玩具，在空中不停地转圈圈。反观只有不到100斤的江河，就跟没有任何障碍一样，脚步格外稳当，身体不见一丝晃动，硬生生穿过龙卷风中心。签到成功，奖励已发放，请宿主注意查收。一转头，江河就看到地上停着一辆粉到不能再粉的小三轮，后边的车门上清晰地印着5个大字：这他喵的，连电动的都不是，而是纯脚蹬式3轮车啊！宿主，你别看它现在就是一辆小3轮，只要攒够一定积分，以后还可以升级成房车的，什么空调、冰箱、席梦思啥的，一应俱全。你瞅瞅这辆车后面的空间多大多宽敞，能放老多东西了呢。还有它的颜色多么青春活力，干净美好。停，其他的先不说，我饿了，要吃饭。没问题，宿主你闭上眼睛，我这就带你进入虚拟超市。一道白光闪过，再次睁眼时，江河站在了虚拟超市入口，距离1米处有一个红色的进出口栏杆，现在正处于关闭状态。隔着透明玻璃望去，超市空间不大，仅有8平米的样子，一下就能望到头。宿主，目前虚拟超市只有1级，解锁了海苔肉松面包和瓶装矿泉水2种商品，加油冲呀，争取在1分钟内拿出最多的物品。另外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只要宿主踏入超市，本系统就会开始倒计时，进货时间归0后，你才能走出超市。江河大概明白了规则，进货就是要和时间赛跑，得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才不会亏。等等，让我系个鞋带先。系统沉默了半秒，随即无情地拆穿他。宿主，你的人字拖没有鞋带。江河低头一看，这才想起来，他在末世苟延残喘半年，没饿死就不错了，穷到没有鞋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童子，我只能穿得起人字拖，这都怪谁？我不管，你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那我掏小金库给你买一身新衣服，行不行？再多就没有了。做任务期间，我也是穷系统一枚，买衣服的积分还得向隔壁系统借呢。也行，你现在去买吧。系统不敢有意见，以最快的速度搞来了一套新衣服，白 T 恤、牛仔裤、运动鞋，换上新鞋子。江河在原地试了试，舒适防滑，质量还不错，应该不会拖后腿。他点头，示意自己已经准备好。下一秒，超市入口栏杆打开，江河脚底生风，直奔摆着面包和水的货架。他张开双臂，一合拢，怀里就多了10几瓶水。超市入口处有一个固定的购物车，只有把拿到的东西放入购物车内，才能算江河自己的。他来回倒腾，1分钟过得非常迅速。最终结束时，江河收获了42块面包、24瓶水。等他从超市出来，面包和水已经整齐摆放在了3轮车车斗里。此时，龙卷风已经没了，外面的世界恢复宁静，大地一片狼藉。江河，你没出事，真是太好了！一道激动的女声打断了江河拧瓶盖的动作。来人是和他同个队伍的女生，名字叫李婷。这半年里，也就她能跟江河说上2句话，关系还算可以。江河朝她晃了晃手里的瓶装水。李婷，你要买水和面包吗？李婷用力咽了口水，多日不曾进食的胃也在食物的诱惑之下开始痉挛抽痛。江河，这么稀罕的东西，你真的愿意卖给我？
当然了，你是我第一位客人哦。支付方式只要不是现金，其他东西像金银首饰什么的都可以拿来试一试。一个面包60积分，一瓶水100积分，至于你的东西值多少积分，由我进行定价。说完，他继续喝水的动作，并随手拿起一块面包，咬下一大口，满嘴都是肉松和麦香味，切切实实地闻到浓郁的香气。李婷嘴里疯狂地分泌唾液，激动的泪水从嘴角流了出来。李婷立马去翻随身的背包，基本都是些破烂玩意儿。完了完了，一个能拿出手的东西都没有。突然，他像是想起什么，伸手摸了摸脖子，是一条金灿灿的项链，这是李婷母亲的遗物，所以才会一直留到现在。他也根本没抱能派上用场的希望。江河接过细细的金项链，把它往一个黑色卡片上面一放。爹，恭喜顾客李婷成功充值200积分。闻言，李婷眼里充满不敢置信，我的项链居然能换一瓶550毫升的纯净水，还有一块比手掌还要大的面包，而且还有积分剩。这是属于你的积分卡，想好要买什么东西了吗？一瓶水，1块面包。好的，请把积分卡放在这个黑盒子上面。爹，已扣除160积分，账户余额40积分。水和面包拿在手里的时候，李婷才有一点真实感。她迫不及待地拧开瓶盖，小小的抿了一口，干裂的嘴唇得到湿润。李婷感觉自己好似飘在云端，整个人都活了过来。吃面包的时候，李婷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扑鼻而来的香味让李婷抱着面包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当然，她舍不得吃太多，一小块一小块的慢慢嚼，最后还剩大半，被她妥帖地放进背包里。江河，谢谢你愿意把食物交换给我。话还没说完，夏怀峰等人闻到香味，齐齐走了过来。江书月诧异地瞪向江河，两条眉毛拧成了疙瘩。这小壁灯没被龙卷风卷走就算了，怎么还换了一套崭新的衣服，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儿？旁边那辆粉色的3轮车和车上的食物又是从哪儿来的？一时之间，江书月都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他走上前，居高临下地睨着江河。江河，这些东西是你从哪儿搞来的？你今天能安全地走到这儿，少不了怀峰哥哥的关照，你那些物资必须分他一半。江河差点笑出声，这一路要不是他多个心眼，早就被人害得连骨头都不剩。不过这支队伍里的人虽然没帮过我什么忙，但庞大的队伍确实替我挡下了不少危险。反正水活面包是要卖出去的，卖给他们也算是还人情了。可以啊，只是免费的不可能，想要食物就拿东西来换。他目光往后看向队伍中的其他人，食物有限，先到先得。原本还一头雾水的众人听到这句话，顿时眼睛一亮，但也有个别人起了其他邪恶的心思。江河就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根本守不住这么多好东西，我们直接抢，不更省事吗？4、5个瘦得跟猴似的男人互相对视一眼，随即一拥而上，冲到3轮车旁边。他们目光贪婪，双手伸向黄灿灿的面包。爹，检测到抢劫行为，开启攻击模式，宿主可选择以下惩罚方式：点击关键穿心，极度压缩，万已是息，千刀万剐。江河不慌不忙地扫他们一眼，轻轻吐出2个字：电击。他声音不大，但李婷等人听得一清二楚。正当众人满脸不解时，就见那几个想要抢东西的人突然浑身抽搐起来，像被雷击中一般，两眼发白，很快变成几坨毫无生命气息的黑炭。江河垂眸，目光在那堆死物上停留几秒，而后淡定自若地转头，声音平缓：想要买我的东西，就要遵守我的规矩，如若不然，就会跟他们一样的下场，明白吗？空气中死一般的寂静，几乎所有人都愣在原地，神情木然，直到江河的声音再次响起：好了，有谁想买水活面包的，可以过来找我办积分卡，金银珠宝统统能兑换积分。2颗100克的大金牙竟只能兑换1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嘻，江河，我这俩玩意儿能换瓶水喝不？纯净的，当时花了我好几万呢。只因他们身处末世，粮食和水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而金银珠宝却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品。换是能换，但前提是你得把它们取下来。闻言，赵鹏一脸喜色，连忙掏出一块砖头，狠狠往嘴里的2颗金牙砸去。只听咔嚓2声，大金牙顺利从男人嘴里脱落。他小心翼翼捧着带血的金牙，笑容满面地走向江河。江河稍稍避开赵鹏伸过来的手：你把金牙放积分卡上就行。男人低头照做，不一会儿就听到提示音：爹，恭喜顾客赵鹏成功充值600积分。听到提示声，赵鹏兴奋的一时之间话都说不利索，还是江河在一旁提醒他：面包1个60积分，水1瓶100积分。这位顾客，请问你想要买什么？可自行挑选哦。赵鹏看看江河，又看看粉色的小3轮，脑子在不停地运转。这600
600积分，必须合理分配。水或面包都是必需品，我要4瓶水，3个面包。江河指了指旁边的大屏幕，示意让他刷卡。美妙的收款声随之响起。宿主到账580积分。购买结束后，赵鹏飞快地将东西锁进包里，然后把背包紧紧护在胸前。这些都是我的命根子，谁敢抢，我就跟谁拼命。离开前，赵鹏张着血盆大口，出声问道：江河，我还有20积分没有用完，之后还能再来找你换东西吗？排在赵鹏后头的其他人也都目光炯炯地看向江河。嗨嗨，我在这儿先做个宣传，从今天起，我创办的曙光超市正式开业，等下你们办的积分卡都是免费的，只要卡里有积分，你们就能来我这儿买东西。把规矩提前说好，江河继续做生意。一对衣衫褴褛的母子走上前来，还没等江河开口，蓬头垢面的母亲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江河，你行行好，可怜可怜我们娘儿俩，给我们点吃的吧。以前你爸妈在的时候，孩子他爸还帮过你家不少忙呢，你就看在你爸妈的份上，哪怕只给我们1瓶水也成。不好意思，曙光超市的商品只能用积分购买，不能无偿赠送。李玉华眼里的光逐渐消失，恢复一片灰败。江河身上恐怖的能力我已经见识过了，再执意跪下去激怒了江河，后果不堪设想。他咬着牙站起身，拉住儿子的手，准备离开。等等，除了现金，其他东西都能兑换积分，不局限于金银珠宝。李玉华抬眸，注意到江河示意的目光，转过头看到的是儿子胸口的护身符。难不成这个也能换积分？李玉华迅速反应过来，解下儿子的护身符，往积分卡上面放。恭喜顾客陈其安成功充值100积分。李玉华几乎要高兴疯了，连忙向江河道谢。江河，谢谢你，谢谢儿子，我们有水喝了。小男孩脸上也露出灿烂的笑，被妈妈带去一旁，躲在角落里，小心翼翼地分水喝。知道江河软硬不吃，之后排队买东西的人全都老老实实用身上的东西来换积分，没再出什么幺蛾子。很快，水和食物就已经卖光了，没有买到的人只能站着干瞪眼。曙光超市今天就关门了，没买到东西的人可以下次再来，我先走一步，去南洋基地等你们再次光临。在众人遗憾的叹息声中，江河蹬着粉色小三轮消失在路的尽头。宿主你超厉害的，开业第1天就赚了4700积分。虚拟超市目前只有1级，带有20个商品栏，花费1000积分就能在虚拟超市解锁1样商品哦。江河一边苦兮兮的蹬三轮，一边打开系统面板，翻到商品栏，他从前2排挑选出4个商品进行解锁。成功解锁泡面、八宝粥、饭团、虎皮凤爪，消耗4000积分，账户余额700积分。童子，我想吃虎皮凤爪。哦，你这也太冷淡了吧！哎，我也不指望你能帮我什么，就赶紧看看有什么任务能给到我，让我去虚拟超市进货。宿主宝，你想要自食其力的精神，非常值得鼓励哦，为你点赞。先别废话了，任务呢？嗨嗨，你说任务是吧？多的是呢。任务1，去南洋基地最高天台签到并大声喊出相应口号，可获得奖励2分钟进货时间。任务2，超市累计营业额达到2万积分，可获得奖励5分钟进货时间。任务3，卖出20件羽绒服，可获得奖励4分钟进货时间。江河抿了抿唇，满脸一言难尽的表情。童子，大热天的，你让我卖羽绒服，根本就是在刁难我胖虎。我不管，给我换一个任务，最好是容易一点的。宿主宝，任务栏最多只能同时发布3项任务，而且都不能跳过哦，加油吧，宿主宝！本系统相信你，你可以的。哼，要不是看在这份工作福利丰厚的份上，我肯定要辞职，随便找个世界去养老。这样想着，江河才勉强接受了现实，继续以人力蹬着3轮车。经过他不懈努力，一人一车，终于抵达了南洋基地。南洋基地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基地了，是附近的幸存者们争相前往的好去处。但是外来人口想要进入基地，必须通过军方的层层筛选。江河排了2个小时的队排到他，一个手里拿着本本的医生打量他一眼，面无表情地说道：过来吧。江河来到他跟前，简单的看了几眼后便通过了检测，成功进入南洋基地后，他踩着小三轮直奔基地的军区大楼，不一会便来到目的地。左右两边都有武装部队把守，戒备森严。江河跳下3轮车，左右扫视一圈，选了个身材最好的小哥哥搭话：帅哥，能不能行个方便，放我上天台？秦颂低头，
眼神冷硬如石，没说一个字，但拒绝的意味十分明显。我真的有非常要紧的事情要上天台一趟，你们如果不放行，我就硬闯了啊！到时候伤了你们，可不能怨我。听到这话，秦宋旁边的士兵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就你能伤得了我们？刹那间，士兵立马收敛笑意，语气严肃：哪来的疯子，搁一边去！再来妨碍我们工作，直接赶你出基地。让他们主动放行是不可能了，为了完成任务，我只能选别的法子了。看挥击。他这一招注意力转移法对上秦宋一群训练有素的军人可以说是毫无作用。3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竟然拦不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只见女人眼一闭，腿一迈，闷头就往大楼门口跑。站住，不然我就开枪了。愿意浪费子弹，那你就开呗。秦宋拧的眉，对着江河的小腿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子弹飞射出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子弹快要触碰到女生的时候，却突然凭空消失了。一向稳重从容的秦宋也诧异地瞪大了双眼，紧接着又是砰砰砰连开好几次枪，还是同样的情况。秦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打开对讲机。警报！警报！有一名不明分子闯入军区，正在朝天台方向去，急需支援！急需支援！军区中心收到消息后，立即调派了特种部队以及2架战斗机。战斗机从基地上空呼啸而过，引得基地的村民全都不安地朝军区大楼看过去。该不会是有恐怖分子袭击我们基地吧？我们好不容易在这儿安定下来，可不能就这么被毁了了。另一边，被当作恐怖分子的江河呼哧呼哧老半天才爬到12层，他的身后堆满了妨碍他上天台的人，挨着墙根叠罗汉。宿主，别停下，继续冲呀！胜利就在前方了。看在虎皮凤爪的份上，他一口气爬到了18层天台。一出去，就见特种部队已全部就位，把天台围得密不透风。远处蹲着4、5个狙击手，头顶是2架装满弹药的战斗机，上百支黑洞洞的枪口齐齐对准了江河的脑袋。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不想被打成筛子，就赶紧放下武器投降。哎，我没武器啊！那欠揍的样子，让围着他的特种兵们不约而同地握紧了拳头。嗨，宿主宝，赶紧干正事。哦，想起来了，还要签到做任务呢。江河举起右手，一个小小的动作，却足以让秦宋等人警铃大作。他抬手干什么？难道要扔炸弹，想炸毁军区？上百支枪同时射击，火光不停闪烁，飞出去的子弹密密麻麻。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所有人头皮发麻，背后一凉，子弹连江河的衣角都没碰到，就直接神秘消失了。这他喵是什么逆天的能力？就在所有人震惊到无以言表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大吼：“隐藏着黑暗能量的大自然啊，请赐予我力量吧！”这话怎么感觉有点耳熟？他这是要变身了没？难道是巴啦啦小魔仙？不对，好像是百变小樱的词儿。众人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想象中的变身画面却并没有发生。爹，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2分钟进货时间。江河微微弯腰，脸上挂着歉意的笑。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我真是来接天台的，现在完事儿了，你们继续忙，我就先走了。转身刚走出2步，他突然又回过头来，士兵们缓缓放下的枪又迅速举起来，神情紧绷地盯着江河。那个，我能坐电梯下去吗？这位小姐，你暂时不能离开，我们首长想找你谈话。停，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我还有急事儿，就不跟你们首长唠嗑了。既然坐不了电梯，那我还是自己下去比较快。再走楼梯是不可能的。江河目光一转，大步走向天台边缘，纵身一跃，跳了下去，动作利落的其他人一时之间都没反应过来。忍的跳楼了，这可是18楼啊！秦宋迅速跑过去，探头往下看，一辆粉色小3轮正在缓缓挪动。拜拜了您嘞！江河的离开是轻松，可基地军区却掀起了惊涛骇浪。连子弹都不怕的人，这是何许人也？必须把人找到，摸清楚对方的底细。对了，为了不引起居民恐慌，这件事情还要低调进行，秘密行动。贫民区某个犄角旮旯，江河满脸兴奋。系统，我要进货，快点！好的，马上。一个闪身，江河再次来到虚拟超市门口。和上回相比，货架上的东西丰富了很多。江河一眼就瞄到了虎皮凤爪的位置，满脸喜悦。系统，我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咻的一下，江河像弹簧一样飞奔到货架面前。虎皮凤爪，拿来吧你；泡面，拿来吧你；八宝粥，拿来吧你。江河来回倒腾了好几趟，时间一到，江河就被弹出了虚拟超市，系统自带理货功能。他刚进的货，现在就已经整齐的码放在3轮车车斗里。轻点了一下，他这次一共进了24瓶水、15块面包、13桶泡面、
11个八宝粥，18个饭团，99包虎皮凤爪。江河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随手抓起一桶香辣牛肉面，扯开盖子，才发现少了什么。桶热水在哪儿？超市可解锁热水台哦，永久解锁需要5000积分，宿主余额不够可以日租，1天仅需300积分。江河嗅到了奸商的味道，但泡面没热水又不行，只能先租个1天的。好的，已扣除300积分，宿主账户剩余400积分。热水台类似于饮水机，为了和小三轮搭配，外观也刷成了芭比粉，方便面泡上热水后，等上3分钟。江河一把捞起5个虎皮凤爪，全部放进泡面桶里，这满满一桶，奢侈到不行。江河幸福到冒泡，享用完美味后，仍然意犹未尽。看他心情甚好，系统连忙提醒宿主，曙光超市今天该营业了，咱们一起努力，做大做强，共创辉煌。灾荒年，别人都是喝烧水、啃树皮，而女人却开着3轮车在街道上卖货。只见她蹬着载满物资的粉色小3轮，一出现在街道上，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小3轮靠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曙光超市开始营业啦！泡面、饭团、八宝粥、面包、虎皮凤爪、矿泉水，想要买的都过来办积分卡嘞！听到这话，众人都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都么事了？竟然还有人开超市卖水卖食物？骗人的吧？要不就是贵的离谱。老板，办积分卡是啥意思啊？这矿泉水怎么卖？是不是要用石油换？我不要石油，什么金银珠宝、古玩玉器，我统统都收。啥？那些东西就能换物资？是不是真的？大伙都持怀疑态度。一个模样疲惫至极的中年男人直接撸下手上的金戒指，递到江河的跟前。老板，这个能换多少东西？江河先给他办了积分卡，让他把金戒指放上去。恭喜顾客王洪波成功充值800积分。3轮车上每样商品前都摆着一个粉色的牌子，上面标着相应的价格。王洪波站在3轮车一侧，一眼扫过去，激动的一颗心快要跳出嗓子眼儿。我卡里的800积分竟然能买不少好东西。老板，我要4瓶水，6个面包。王洪波抱着面包和水，感觉自己跟做梦差不多。他泪眼婆娑，用力掐了把大腿，痛得直接叫唤出声。不是梦，这不是梦，我爸妈有救了。老板，谢谢你。说完，王洪波赶紧转身往家的方向跑，有他带头，其余人也不犹豫了，立即过来找江河办积分卡。每来一位顾客，他都要顺带问一句：我家超市的羽绒服质量也不错的，原价200积分，现在骨折加60积分，要不要也来一件？不好意思啊，老板，我不缺衣服，积分也不够，就不买了。南阳市的温度每天都在攀升，现在已经达到42度，只要不是傻子，谁会花积分买一件不需要的东西回家？有60积分买面包、买饭团不香吗？1个小时不到，3轮车上的物资就被一抢而空，只有那20件黑色羽绒服，来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到底是哪个缺的玩意儿派发的 KPI？ 大热天的卖你爹的羽绒服呢？东西没卖完，江河只能蹬着小3轮在基地内乱晃，看有没有哪个冤大头能把他们全给收下。可惜冤种太难找，绕了一大圈也没人搭理。江河无聊的只能哼歌解闷，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尾音还没落下，身后就传来甜美的女声：老板，你这些羽绒服我都要了。美妙的歌声戛然而止，江河眼底亮起了光。冤大头，这不就来了吗？叶青青拎着一个鼓囊囊的手提袋，提起来有些费劲，分量肯定不轻。买东西前要办积分卡是吧？这些够换羽绒服吗？不够的话，我再去装一袋过来。手提袋打开的一瞬间，江河眼睛被闪到了，脑袋立即往旁边侧了侧。这么一堆东西放在末世之前，价值起码上千万，出手这么阔绰，当真是遇到富婆了。难怪20件羽绒服说买就买呢。啊哈哈，够的了。积分卡办好，一袋子黄金全部冲进去，共换了4万多积分。叶青青朝不远处递过去一个眼神，立马就有2个保镖走过来，把20件羽绒服打包带走。老板，你明天还会出来卖东西吧？我听别人说你这儿还卖方便面，我没买到，真的太可惜了。会的，不过超市的东西数量有限，你得早点来才能买得到。好，就这么说定了，我明天等着你。说完便转身大步离开了。恭喜宿主成功招待了100位顾客，完成羽绒服售卖任务，获得4分钟进货时间。今日营业额11690积分，账户余额12090，直接突破5位数。宿主你是最棒的。江河花5000积分买下了热水台，然后解锁了7样商品，最后余额只剩可怜的90积分。新上架的商品分别是火腿肠、卤蛋、小熊饼干、橙汁、可乐、大鸡腿以及牛奶。解锁完商品已经
是傍晚，江河随便找了个废旧的房子住下，四面透风，连窗户都没有，就这破烂地儿，凑合凑合也能睡。江河一躺下就迅速酣然入睡，呼吸渐渐平稳。翌日天刚蒙蒙亮，江河就醒过来了。他打开系统界面，查看任务栏。任务1，卖出30件军大衣，1件标价100积分，奖励可获得5分钟进货时间。任务2，去基地博物馆签到，并大声喊出相应口号，奖励可获得1分钟进货时间。看完任务后，他优先选择去博物馆签到。他蹬着小三轮就往那边赶。20分钟后，小粉车停在一片蔫了吧唧的玉米地前。江河四处张望，视野格外空旷，连半个建筑都看不到。彤，你确定没带错路？博物馆在这儿。本系统怎么可能会出错呢？南阳市博物馆就在这儿，只不过基地把楼推平后种上了玉米。签到点就在玉米地中间，宿主你继续往里走。江河扔下小三轮，拨开玉米叶子，闷头往地里钻。童子，到地方了吗？还没，再往左边走个100米。这次的签到地位置还真够精准的，折腾了好一会儿，江河才来到正确的地点。他清了清嗓子，脚趾抓地，喊出任务口号：我最棒，我最强！童子哐哐为我撞大墙，谁若折你翅膀，我定毁他整个天堂。几米外，守玉米地的大爷举着钢叉，循声跑过来：谁呀？哪个小兔崽子敢来偷玉米？活得不耐烦了，你这膀搁哪儿呢？看我不插死你！江河一扭头，就看见闪着荧光的3头钢叉朝他这边迅速移动。他就像那个偷瓜的茶，下意识转身就跑。三轮蹬得飞快，脚踏板都快踩冒烟了，才把大爷远远地甩在身后。女人在末世摆摊卖矿泉水，却不要钱也不要石油，只收各种珠宝玉器、古董文玩。只因女人刚刚激活了进货系统，而系统的物资通通都要金银珠宝才能兑换。哎，那不是江河吗？李婷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江河没有骗我们，他真的提前来南阳了。而且开超市也是认真的，他之前只卖水和面包，现在商品种类竟然还变多了。舰队友们一下子就被江河吸引走了注意力，夏怀峰心底隐隐觉得不爽，随即以队长的身份发号施令：走了，我们该去宿舍了。然而压根没人听他的，大家满心满眼只有粉色三轮车上的食物。我卡里还有7分没用，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能买得起的。对，江河上次卖东西，轮到我就没了，这次我一定要抢到矿泉水。一行人一窝蜂地跑远，江书月抿着唇，瞪向一边啃大鸡腿一边游刃有余招呼客人的江河，顿时火冒三丈。怀峰哥哥，你看他那些东西，不知道他是用了什么恶心手段弄来的，还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风头都让他出尽了，赵鹏他们也是一看到江河就都不把你这个队长放眼里了。被江书月这么一说，夏怀峰脸色越发难看。我们认识的江河分明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乡下村姑，现在却手握数不清的物资，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夏怀峰眯了眯眼睛，又说道：如果我们让军区的领导知道江河诡秘的转变，或许还能立上一功。江书月和他想到了一起，两人一拍即合，立即往军区的方向走。可是他们俩初来乍到，基地领导哪里是他们能轻易见到的？你好。秦颂转过头，面无表情地看向他，周身透露着不怒自威的气势。军区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江书月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英俊的脸庞，愣了2秒，连忙软着声音开口：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们的领导举报，小哥哥能不能通融一下？什么事？基地有一个开3轮车买东西的女人，我们认识她，她身上有古怪。闻言，秦颂眉目微挑，当即就反应过来他们口中有古怪的女人是谁。基地昨天下午就派了人过去接近调查，但对方警觉性很强，即使在他那儿买了很多东西，也很难和他搭上话，更不用提摸清他的底细。沉默了2秒，秦颂低头打开对讲机，用2人听不到的声音向上级请示，毫无意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秦颂喊来另外一个士兵，用仪器检查2人身上是否带了危险品，确定没问题后就直接放行了。哈哈哈，没想到这么轻易就能通过军区的重重把关，领导们日理万机，管着基地大小事务，还以为要等上好半天呢。一个年轻士兵将他们带进电梯，最终来到9楼的首长办公室。江书月用力抱着夏怀峰的胳膊，难以掩饰脸上的兴奋。这可是基地最高领导，如果我们的消息能派上用场，肯定会对怀峰哥哥有很大的帮助。办公室内，谢晋山一身笔挺的军装，立在落地玻璃窗前，神色说不出的复杂。说正事儿，你们要举报谁？在基地开超市的那个。哦，说来听听。那个女人叫江河，她就是个怪胎，之前疯疯癫癫的，毫不起眼，现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物资，被一群人捧着。再具体说说他别的情况。一个大领导这么认真听他说话，江书月的虚荣心顿时得到了满足，背脊挺直，把江河在乡下长大，平时的性格表现等等底细全部说了个遍。谢晋山眉目沉敛，指尖轻轻敲击沙发扶手。情况我都清楚了，你们先回去吧。
就这么完了？不立即下令把江河那个怪物抓起来吗？江书月一刻都等不了，只想看着江河快点遭殃，别在他面前晃荡。首长，你们什么时候把他抓起来做研究啊？他肯定是变异了，得好好研究一下他的身体。你在叫我做事？夏怀峰察觉到气氛不妙，赶紧把江书月拉到身后，用眼神示意他别再说话。首长，我们要提供的信息已经说完了，之后如果还有什么要了解的，我们随时配合。说完，江书月就被夏怀峰拉着往外走。男人一脸不悦，刚刚那么好的表现机会，话全让江书月说了，他连一个字都没插上嘴。怀峰哥哥，你别生气嘛，我刚刚太急了，不是故意抢你的话，下次我一定不这样了，大不了今天晚上我好好补偿哥哥，好不好？此时，基地小型广场上，刚刚排队的上百号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只有李婷等人还在挑选商品。江河，你宿舍分哪了呀？有空的时候，我还想找你说说话，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只要我不忙。不过我现在没住宿舍，也没领身份牌。我刚去领了，就在基地入口旁边100米不到的大厅，需要我带你过去吗？没事儿，等我把东西卖完，过去一趟就成。你先去忙自己的吧。好的。赵鹏排在李婷后面，拔了2颗门牙，说话明显漏风。张江河，你则这群大衣看着真不出错，非常符合我泽总这种大老爷们儿的气质。他咧开嘴角笑了笑。那你要不要带走一件？不了，我没那么多积分，还是先买次吃的吧。赵鹏卡里只有可怜的20积分，买下2袋小熊饼干，就和李婷一起回宿舍了。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5分钟进货时间。停顿2秒，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宿主，你别看这座火山现在这么安静乖巧，2天后就会突然喷发，毫无预兆。江河皱了皱眉，休眠火山长期不活动，附近的村民肯定以为它是死的，没想到一动起来就拉个大的。此时山脚处，粉色小3轮旁边围着一群男女老少，人群中间躺着一个年轻男人，双目紧闭，不知是死是活。50来岁的妇人跪坐在旁边嚎啕大哭。东杂，我弟儿啊，你快醒醒，别吓你妈！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把3轮车停这儿，连碰都不能碰，丧良心玩意儿，迟早要有报应。我好好一辆车放这儿，你们非要碰它干嘛？看它漂亮就想拖回家。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让绵阳村的村民们立即警惕起来。张淑英腾的一下站起来，指着江河的鼻子就骂：原来是你这个小贱蹄子害了我儿子，今天我就要你给他偿命。还没等他有所动作，一个中年男人立即将他拦住，压低声音劝阻：现在救东子要紧，其他的都等孩子醒了再说。然而张淑英宛如发了疯的野狗，逮着人就咬。曹松山，你是不是看上这小贱人了，想把他收回家，看他挨打就心疼是吧？闻言，曹松山眉头紧皱，神情顿时严肃起来。张淑英，你要是想我们救东子，就安静点。对，张淑英，你那张嘴是越来越没个把玩的了，啥话都说得出口，再这样下去，早晚的出事。就是，东子小时候多乖多懂事啊，就是被你给教坏的。还有不是不识字儿，人车上面写着不让碰，是他自己做蠢事，到了没？怨不得别人。张淑英被大火数落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想反驳也比不过10几张嘴，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气，转身去照看他的宝贝儿子。这时，村子里的医生给男人做了个全面检查。没啥大问题，就是晕过去了，再等一会儿就能醒。张淑英瞬间松了一口气，赶紧让人帮忙把他儿子抬回家去，免得在这儿热坏了。临走前，他还不忘狠狠瞪江河一眼，被曹松山警告了一句后，才愤愤不平地离开。小姑娘，你是干啥的？怎么会一个人跑来我们绵阳村？我开超市做生意的。超市？曹松山以为江河说的是他末世前开的超市，下一刻耳边又响起他清亮的声音：我开的曙光超市卖很多东西，水、泡面什么的都有，你们要买吗？啥？我没听错吧？你卖水？是干净的吗？不会是骗人的吧？你们等我15分钟就知道是真是假了。说完，他就蹬着小3轮跑远了。曹松山一行人看着江河消失在视野，10几张脸莫名其妙。这是啥意思啊？怎么突然就走了？爸，咱们到底是回去还是在这儿等啊？那么一个小丫头，你还真相信他说的？曹松山望着江河离开的方向，目光始终没有移开。就是5分钟，等一等不吃亏，哪怕没等到，我们也没有任何损失。很快，15分钟过去，大家连半个人影也没瞧见。曹松山失望地摇了摇头，都回去干活吧。曹天顺刚要跟着转身，余光突然瞥见一个粉色的玩意儿，等看清楚后，他激动得差点蹦起来。爸，你快看，他回来了，还装了一车的好东西。听到这话，众人纷纷转头，不远处娇小的女生蹬着和她体型不搭的粉色小3轮，有种诡异的和谐感。那后面的车斗满满当当全是食物，一瓶瓶干净透明的矿泉水，各种口味的泡面，绵软金黄的面包，堆成小山一般高的酸辣粉，鲜嫩多汁的大鸡腿。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物资走来了，我就知道这人不简单，原来是我们绵阳村的贵人呐。小姑娘，你拿这么多物资出来，就不怕被抢？呵呵，我敢拿出来，当然有自己的本事。如果不信，大可以来试试，看抢不抢得到。看着他乖顺清纯的笑容，曹天顺莫名感觉后背一凉，双腿发软，笑容僵在脸上。曹松山急得从后面直接给他来了一脚，咚的一声，曹天顺双膝着地，直直的跪在了地上。完犊子玩意儿，瞎说啥呢？赶紧给人道歉。曹天顺愣了下，也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对不起，我开玩笑的，没想抢你的东西啊。他90度弯腰鞠躬，态度十分诚恳。江河也没放在心上，简单和他们说了下什么能兑换积分，就让他们排队办积分卡。有个村民脖子上正好戴着一根银项链，当即便取下来，冲进积分卡，换了30积分。江老板，我这30积分能换啥呀？你自己套，每样商品都标了价格。曹松山随即扫了眼商品标价，陡然睁大眼睛，普普通通的一根银项链就能换到3包小熊饼干，够我一个人吃好几天的了。江老板，我们村子离这儿不远，那边还有很多人想买你的东西，你看能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回村？对，江老板，我家里还有好几条金项链，我想多充点积分买水喝，你就跟我们一起回吧。江河本来就打算去村里做生意，顺便给他们传递一下消息。听了这些话，他没有任何异议，登上小3轮往村庄的方向开。曹松山一回到家，就冲院子里喊：“还他妈，快把院子里的花盆清出来！还有你那些首饰都没丢，还在呢吧？”安恩急匆匆地走回家，一把抄起家里的花盆，翻过来将里面的盆栽倒掉，再用水将里面的泥土冲洗干净，然后抱着花盆急冲冲地跑向村尾。咋的了？有强盗杀进村了，要拿花盆跟人拼命。哎呀，妈，你先别问了，跟着我们走你就知道了。3分钟后，曹家3口人大包小包来到村委会的篮球场上。经过曹松山等人的宣传，过来买东西的村民越来越多，他们边排队边往卡里充积分。嘻，这是家里种花的花盆，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有一定年月了，肯定值不少积分。爹，恭喜顾客曹天顺成功充值1积分。听到只有1积分，曹天顺一脸无语。爸，也不是什么老东西都是古董，这玩意儿在我太姥爷他们那时候只值花盆的价，现在也就这个价，搬过来费老大劲儿了，也只得了1积分。行了，别说你爸了，好歹还有1积分不是？积少成多，咱们家10个花盆，也就是10积分，都够换1包饼干了。朱玉霞满面红光，到现在整个人还是飘的，忍不住感叹，还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竟然让咱们村给赶上了。有的村民比朱玉霞还要激动，眼泪哗哗往下掉，泣不成声。我就说咱们绵阳村是块福地，不像外面天灾那么严重，天天都得死人。现在还有超市开来了，咱们村是祖宗显灵啊！挑东西的时候，曹松山2只手控制不住的颤抖，激动，真是太激动了。曹松山家末世前条件就不错，能拿来换积分的东西和村子其他人比算非常多了。一家3口，每个人卡里都换了5位数的积分。他们3个人共买了50瓶矿泉水、60块面包、60个饭团，主打全是优惠主食和水。此时，张淑英带着刚醒来没多久的儿子，兴冲冲的要跑去换物资。儿啊，你那个败家媳妇多少还是有点用处，以前买的那些首饰，现在都派上用场，咱多换点食物回家，就可以把那堆臭了的肉给埋了。村里人互相都熟悉，朱玉霞路过他们的时候，扫了一眼，便开口问：“张淑英，你儿媳和孙女咋没来？不会又被你们打得没办法出门吧？早跟你们说过，末世之中一家人齐心协力，才能把日子过好。”闻言，老妇人眼底不着痕迹的闪过一抹异色。我和东子把东西买回去也一样。周向东捏紧手里的东西，目光避开朱玉霞。妈，咱们快走吧，去晚了没东西买。2人加快脚步离开。朱玉霞看着他们的背影，感觉哪里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张淑英和周向东没办积分卡，轮到他们的时候，老妇人舔着脸说好话：“江老板，对不起啊，刚才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误会了，你别跟我这个老婆子计较，麻烦你帮我和我儿子办2张卡。”苏竹，这2个人身上有一股怪味，应该是吃过好几次人肉。江河掀起眼皮，语气淡淡：“我不做你们的生意，下一个。”张淑英提着一袋子的首饰，就是专门来买东西的，怎么可能会被一句话就给打发，赖在原地说什么都不肯走？哎，江老板，没你这么开店的吧？客人来了还往外面赶，我也没做啥伤害你的事，凭啥就不能买东西了？你得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江
江河耐着性子扯了扯唇角，就凭我是这个超市的主人，看你们不顺眼，不想把东西卖给你们，怎么的？你还想把我吃了啊？听到这话，张淑英和周向东身形同时一僵，眼神飘忽不定。那件事我们做得非常隐秘，这么久了，连村里人都没发现，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应该只是巧合。江老板，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曹松山刚开口就被江河冷冷打断，别，谁来帮他们说话都不好使，把我惹生气了，我立马带着物资走人。一句话瞬间让曹松山噤了声，他不能为了2个人损害他们整个村子的利益。曹松山，你个窝囊废，连这点小忙都帮不了，还当啥村长啊？当狗屁吧你！在张淑英的骂骂咧咧声中，他和周向东被集体村民赶出了村委会。经过这一遭，大家都看出来江老板是个有脾气的人，在他面前，村民们更加谨言慎行起来，连大声说话的都没有，就安安静静的排队换物资。不一会的功夫，所有食物就全部卖完了。曙光超市货物有限，村子里200来个人，有一半村民没能买上东西，只能在原地干瞪眼。嗨嗨，宣布一个好消息，今晚我将留宿在年阳村，明天继续在这儿开超市。话音一落，底下瞬间响起一阵欢呼声。太好了，江老板，你真是个大好人呐！江老板，你多住几天吧，我们村的人都欢迎你。嗨嗨，1天已经是极限了，我可不想被岩浆融化成灰。闻言，众人面面相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曹松山心里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眉头拧成疙瘩问道：江老板，我们村怎么会有岩浆？